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石英。上一次的吃播就是吃帝王蟹那一期呢，我不是立了一个 flag 吗？我说如果这期视频超过1万次收藏，我就会考虑再做一期美食视频。那大家显然非常喜欢看我吃播，所以很给力。这一期视频的收藏量已经达到1.5万了。那么今天我们就来兑现我们的承诺，就是我们要来做第2期美食视频。刚好就是我前2天搬来北京这边了嘛，那在我粉丝群里，很多粉丝就说希望我带大家看一下北京的美食。但是北京的美食呢，我觉得大家首先会想到什么烤鸭啊、豆汁儿啊，但其实这些东西做的人太多了，没什么意思。所以我就想说，今天带大家看一些特殊的 B 站没有 UP 主做过的一些东西。然后我思前想后，我就觉得带大家来白家大院吧。那白家大院是什么呢？它是爱新觉罗李亲王府的一个花院改造的。以前叫乐家花园，因为它被同仁堂那个乐家收购了。那大家如果看过大宅门的，就会知道呢，乐家是大宅门白家的这个原背景，所以这家餐厅叫白家大院。它是一个很大的，有50亩大这么大的一个花园，然后改造成了一个餐厅。然后我之前来过一次，印象中非常的有特色，所以我们赶紧去看一眼吧。其实这是我第2次来，那第1次来是几年前，印象应该没有记错的话，除了吃饭以后，还有很多特色的这种歌舞，比如说我们这边看到的啊，格格在走路，还有包括服务员也都是穿成这个清宫里边的造型，算是他们家的一大特色。对，这个就是我们的位置了。来之前我是其实想订中间那个，但是很可惜没有订到，订到了就是第2好的，也是靠湖边的这个位置。好，我们这边已经坐下来点菜了，然后他们这儿采用了高科技的点餐方式，就是 iPad 点餐。然后这边是做宫廷菜系的，也就是以前宫里皇上会吃的这些东西。这个我也具体说不上来，等一下点上来给你们看到就是了。好了，我们现在第1道菜已经上了，待会儿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。然后刚才呢，趁他上菜这个功夫，我去转悠了一圈，发现2个很有特色的点。一就是这儿的服务员除了穿着清宫装以外呢，见到你都会跟您说您吉祥，就非常的有京味儿，很有代入感。然后2就是这边养了超级多锦鲤，然后它有那个卖鱼食的，10块钱1包，然后你就在那儿撒一点，锦鲤就全都围过来，就超级多。我很久没有见过这么大量的锦鲤了，还挺壮观的。然后我们总共点了，算上喝的吧，8道菜，价位当然每道菜都比较高了，就是像这一盘差不多就是158，这一盘就是158，也就是说人均要400-500块钱吧，至少。必须要说，就是坐在外面有一个非常致命的缺点，就是因为我们还靠湖嘛，现在是夏天，蚊子特别多。然后我今天穿汉服，就是长袖长裤，所以就还好。但是陪我同行的家酱同学就被咬得非常的惨。现在您面前的这道呢，是我们特色的宫廷小吃6样拼，中间白色的是爱窝窝，里面是五仁馅的。您现在品尝的这个呢是豌豆黄，它里面是豌豆和白糖一起制作，特点的话是入口即化。旁边的这个就是宫廷的驴打滚，它是用糯米制作而成。旁边的这个呢是宫廷炸排叉，在旁边的这个是芸豆卷，外面一层的话白色的是芸豆面，里面是芝麻馅的。然后旁边黑色的这个是小豆凉糕，它主料是用红豆和白糖，都是当年慈禧老佛爷非常爱吃的糕点，也是我们宫廷比较有名的特色小吃。好，听了刚才这么多，然后我们仨一起出过镜，今天是我们仨来的。这个新面孔家酱，大家就可以理解为就是北京版的团神，就很简单理解了。然后呢，以后他会更多的出镜，他是我哥，就是有血缘关系的那种。还没吃呢，拍了这么多，我们俩尝尝这个158一个的这个玩意儿能怎么样？我们俩作为俩老北京，我操，
啊，这入口即化可以的，还真是啊，对吧？就我们吃了这么多年北京小吃，一直没把北京小吃当回事儿，没想过它能做得很好。那还是得靠我带你们来品尝。主要你之前真的没有想到，他在正餐上之前吃一口这个，你会觉得就是开胃，这个效果去达到的。这个是那个时蔬，相对来说没有那么的有故事的一道菜，但是因为罗汉斋罗汉斋对，但是因为就是吃饭要比较全面，就要补充维生素，所以我们点了一个罗汉斋，就是菜了。对。然后现在给您上的这个呢，是我们白府的特色香熏鹿肉乾隆玉饼。然后这个鹿肉的话是选用人工养殖梅花鹿的鹿肉，对，是具有强身健骨的功效。在以前呢，食用鹿肉也是帝王与王公大臣们的专利，平常的普通百姓是品尝不到的，也是我们这边的一个特色菜。好的，我已经为自己加上了一块儿，然后这个饼它是可以，因为它是那种千层饼，所以它是可以剥开，然后把这鹿肉夹在里边，再配上一点这个青辣椒，就不会那么的腻。吃过鹿肉的扣个1，我在加拿大吃过一次，不过也是很多很多年前，后来就没有再吃过。鹿肉特别嫩，比牛肉要嫩。就因为有的肉啊，像羊肉就是它会比较膻，像鸡肉就是有鸡肉的味道，但鹿肉就是一个没有什么味道的一个肉。还是让本美食博主来给大家讲解一下这个肉吧。饼抠，不是很好抠哎。你从那中间抠，大哥。哎呦，行不行啊？都给抠碎了。跟我一样，你抠错了，你这踩到。没事没事没事。本美食博主遇到一些困难，并没有遇到任何的困难。本美食博主被饼卡住了。哎呦！哎呦哎呦！肯定噎坏了。知道我为什么要一口吃吗？为什么？因为我一口吃才能最佳的感觉到这3种材料的。你屁！你都噎死了，你还敢受？肉、饼、青椒，然后这样我才能给一个客观的答案。这饼就很不一样，就普通的这种厚度的饼一定会很硬，这就是为什么烤鸭用的都是那种很薄的饼。但这个饼你吃下去就非常的软，对吧？非常的脆，而且它不是扎嘴的那种，就跟吃卫生纸一样。对，然后这个肉也是非常的嫩，但是它是介于猪、牛、鸡、马之间的一种肉。然后呢，这个青椒虽然说是青椒，但我一点青椒味儿没吃出来，有点辣啊，就感觉就是那种就是一个调剂的作用。我觉得这处理还是有点东西的，还行。然后我再帮你喝一口这个乌鱼蛋汤。哦，可以。看一个餐厅做饭好不好，点它乌鱼蛋汤你就知道，因为乌鱼蛋汤这个东西是非常考验技术的，咸了淡了，乌鱼的厚度，然后它包括勾芡的这个浓度都会影响它口味。刚刚在这儿吃了半天饭，我还有一个感触，就是其实我来之前看了一下官网，因为我想看一下，比如说能不能拍摄啊，然后大概背景这样的，然后看到其中一个就是这边的招聘非常的严格，然后官网上就写着并不是谁都能来白家大院工作的，然后我当时就想啊，这应该就是企业说辞吧。那来了以后，切切的感觉到这儿的服务水准真的还是挺高的，就是它不是那种刻板的服务员的那种感觉，它是让你非常的有代入感。就比如说家酱坐下以后，他就一直在抱怨说蚊子特别多，然后就说怎么一直咬我，他就跟那服务员抱怨说蚊子怎么一直咬我，然后那服务员第一次回他就是说聪明的人都比较招蚊子，就情商爆高，你知道吗？就你想回怼都不知道怎么回怼。然后第二次家酱又说我坐在这儿蚊子都已经吃饱了，然后那服务员就回他，那我替我们王府的蚊子感谢你。就是我本来可能对想表现一下不满，想来个差评，哎，结果人家马上夸了一波我，然后让我瞬间，如果我要骂我说我自己不好，哎，那是不是显得我太没面了？不是家酱，你不要活得这么博弈，你一上来就想跟人交锋，你老想有问题。不，那这个东西嘛，对吧？我是想说，就是这个环境能不能改善，但人家说等于这其实是一种天然的改善。你既然来体验王府，就要忍受蚊子。对，所以说希望大家如果有缘能来这儿的话，来贝的那边啊，来体验一下王府的蚊子，好吧，都是这个环境的一部分。为您上的这个呢叫樱桃肉，是我们宫廷菜的一个特色菜。
清朝乾隆皇帝下江南，下榻了在扬州的安澜园的陈元龙家。陈家厨师呢烹制了这道色泽鲜红、味美形焦、足以假乱真的樱桃肉。乾隆皇帝吃后呀，觉得特别好吃。等到他返回北京的时候呢，专门配了苏帮名厨张东官，专门烹制这道山药酒炖的樱桃肉。等到慈禧晚年的时候呢，也特别中意这道菜。这道菜的话，需要提前3天腌制，小火慢炖6个小时。特点的话是肥而不腻，旁边也搭配了慈禧老佛爷非常爱吃的宫廷窝窝头。来尝一下，就我个人不是很喜欢吃肥肉的一个人，但是他们说这个肥而不腻，而且因为炖了6个小时，所以把里面脂肪全都炖掉了，就吃了不会长胖。所以我们就来尝一下，是不是真的肥而不腻，口感如何？来，我先搭配一个窝窝头，然后揪下来一块这个，哎，谢谢。来给大家看一下啊，它上面是一层肥肉。然后下边就是这样子的，这个肥肉有点像什么呢？牛筋炖烂了以后的那种口感，它确实不是很硬，但它还是保留了肥肉的那种口感，就是糯糯的、软软的。大家好，我又来了。作为一个一口肥肉都不吃的人，为了这个摆盘儿，还是吃一口吧。为什么人会爱吃肥肉呢？拼了！拼了！我感觉你跟吃果冻似的。你有这么夸张吗？眼睛都闭上了。至少我能咽下去。我已经多少年没咽下过一口肥肉。它看似还保持着它肥肉的外形，其实它口感已经更像是，就像是你喝了一口汤一样，就喝了一口有勾芡的汤。对，勾芡的汤。肥肉你会觉得配上这个汁儿，就感觉没有那么腻了。对，主要是没有肥肉的那种让人恶心的感觉。对，其实北京真的有蛮多好吃的东西的。虽然我一直没有在北京常住过啊，除了小时候，但是我之前每一年暑假都会回北京。然后像这一家就是我一个很好的大学同学带我来的，然后还有很多类似的。如果大家喜欢的话，以后也可以继续一个一个带你们去体验，这样你们有空来北京玩的时候也可以知道应该去吃什么，而不是就是一窝蜂的我要吃全聚德，我要去体验什么豆汁儿，就太无聊太普通了。这个是我们的最后一道菜，然后现在给您上的这个呢，是我们特色的宫廷面点，然后里面有7种不同的造型，也有7种不同的吉祥寓意。您加的这个呢是一个石榴然后说明格格您是一个非常实在的一个人，实实在在。同时呢，这个石榴的籽儿也特别多，说明您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格格，多才多艺。另外的话，也可以延伸到现在是多子多福。多子的话可以是多房子、多车子、多票子、多子多福气。那么您加的这个呢是荷叶饼，家庭和美，家和万事兴。同时呢，这个荷叶饼呢在古代形似一个荷包、钱包，代表着王爷那个阿哥，您的钱包永远都是鼓鼓的，非常有钱。这个呢夹的是一个佛手，代表着您福星高照，财源广进。一手抓钱，一手抓权，钱全在握的意思。如意卷呢，就代表格格您心想事成，万事如意。同时呢，这个如意卷是一卷一卷往里卷的，代表着您好运滚滚来的意思。然后这个呢是一个葫芦，葫芦呢慢一点加啊，这个菜，这个葫芦呢在中国取谐音是福和禄，代表着您福禄双全。这个呢是一个寿桃，身体健康，寿桃桃李满天下，广结天下好友。然后还有一个最后这个呢是一个苹果，苹果呢代表着您平平安安，好人一生平安。同时呢，苹果里面是5仁馅的，代表着格格您5福临门。我有点撑，我每次做吃播我都会吃到撑，你知道吗？就点太多。关键这有7种，这属于每个都得加一点。对，